想象一下，1943年的一个寒冷夜晚，柏林体育馆内灯光璀璨，空气中弥漫着期待的气息。这里聚集了15000名听众，他们的眼睛闪烁着对即将到来的演讲的好奇与渴望。这不仅仅是一次集会，这是一次心灵的集结，一次通过言语操控思想的尝试。约瑟夫·戈培尔，那个矮小却言辞犀利的男人，走上讲台，他的声音随着麦克风的放大，在体育馆内回荡，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力量。他谈论了战争的必要性，德国面临的挑战，以及为了最终胜利，每个人必须做出的牺牲。他的言语充满了激情与说服力，仿佛能直接触及听众的心灵。但是，戈培尔的演讲远不只是一场简单的动员会，它是纳粹宣传机器的精心制作的一部分，旨在不仅激发民众的热情，更重要的是塑造他们的思维方式。通过重复的信息、强有力的言辞和对未来的美好承诺，这场演讲成为了操纵民意的强大工具。随着戈培尔的话语深入，你可以想象听众中的每个人都被这种强烈的情绪所感染。年轻的士兵们眼中闪烁着决心，家庭主妇们紧握双手，内心充满了对家人的担忧与国家的爱。戈培尔的话语仿佛是一场精神的洗礼，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为了更高的目标而战斗，为了一个更强大的德国。这场演讲的影响远超过了那个夜晚和体育馆的墙壁，它通过广播和报纸传遍了德国的每个角落，成为了激励德国人民在接下来艰苦战争年月中继续奋斗的强大力量。戈培尔的体育宫讲话成了纳粹宣传中一个光辉的例子，展示了言语的力量，以及宣传在塑造战争意志中的重要角色。然而，这也提醒我们，言语的力量是双刃剑，它可以激励和提升，也可以误导和操纵。在今天的信息时代，我们更应该意识到信息的力量，学会批判的分析和评估我们接收到的每一条信息，确保我们不会被现代版的宣传机器所影响。通过这个故事，我们不仅见证了历史的一幕，也对宣传的力量和影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被提醒，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必须保持警惕，不断质疑和寻找真相，确保我们的思想和信念是建立在真实和理性的基础上。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或将视频分享到你的社交平台，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的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根据观众建议，除了英语字幕，我们又增加了繁体字字幕，我们也会调低背景音乐音量。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随着戈培尔的演讲逐渐达到高潮，他的话语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展望。他绘制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蓝图，一个在纳粹领导下的德国能够实现的光辉未来。在他的描绘中，这个未来是光明的，是强大的，是无敌的。他的声音充满了信念，仿佛他所描述的未来已经触手可及。听众被这种强烈的希望和坚定的信念所吸引，内心涌动着一种深深的归属感和使命感。但是，戈培尔的演讲也充斥着对敌人的激烈抨击，他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恐惧和不安，将之转化为对敌人的仇恨和对胜利的渴望。通过将德国人描绘成正义的化身，而把敌人描绘成邪恶的力量，他不仅加深了国民对纳粹事业的忠诚，也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团结。戈培尔的演讲艺术在于他能够同时唤起听众内心的恐惧和希望，将这些情绪融合成一股推动民众支持战争的强大力量。此外，戈培尔精心设计的言辞不仅仅是为了激发情绪，他还利用了复杂的心理策略，通过重复和强调来加深信息的印象。他的演讲中充满了简洁而有力的口号和概念，旨在在听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这些策略的巧妙运用，使得他的信息不仅在演讲结束时，而且在日后的日子里仍能在人们心中回响。随着夜晚深深地笼罩在柏林体育馆及其周围，演讲终于落下帷幕，人群缓缓散去，但他们的心情已经被彻底点燃。戈培尔的话语像种子一样，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这些听众，无论是回到家中的平民，还是返回前线的士兵，都带着一种新的信念和决心。他们相信德国的胜利是必然的，他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他们为之战斗的事业是正义的。然而，
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战争的残酷现实逐渐展现。戈培尔的演讲虽然在当时激发了民众的热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的悲剧和苦难开始侵蚀这些情绪。德国民众开始意识到，宣传中描绘的那个美好未来与他们所面临的严酷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战争的长期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源匮乏、生活困苦和人员伤亡，使得戈培尔的话语渐渐失去了它的光环。尽管如此，戈培尔的体育宫讲话和纳粹宣传机器所展示的力量，对今天的我们仍有重要的启示。它提醒我们，在任何形式的政治或社会运动中，宣传和信息的传播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它能够塑造民众的观点，激发情绪，甚至改变历史的进程。但同时，它也提醒我们保持警惕，学会辨别信息的真伪，不被外界的言论轻易左右。在那个冬夜的柏林体育馆，戈培尔通过他的演讲展示了言语的力量。但这也是一个关于责任、道德和人性的故事。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当我们每天都被大量的信息所包围时，这个故事更加显得重要。它提醒我们，无论是作为信息的传播者还是接收者，我们都必须谨慎行事，确保我们的言行不仅是基于事实，更是出于对人类共同未来的负责任的考虑。在戈培尔的演讲余音绕梁之际，德国及其民众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战争的阴影愈加浓重，而戈培尔的话语，这些被精心雕琢的宣传，已经深深植入了民众的心中。但是，随着战争的进程逐步展开，德国民众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苦。这一时期，尽管宣传继续充斥着广播和报纸，试图维持民众的士气和信念，现实却是残酷和无情的。食物和资源的短缺开始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长时间的空袭警报和不断增加的战争损失，使得民众的心态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戈培尔的宣传虽然仍然试图塑造一个不可战胜的德国形象，但对于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来说，战争的现实已经与宣传中的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尽管如此，宣传在德国社会中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它不仅塑造了民众对战争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它影响了人们对自己身份和未来的认知。戈培尔的演讲和纳粹的宣传机器精心构建的故事，为德国人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和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使这个目标建立在虚假和扭曲的事实之上。然而，正是在这些最黑暗的时刻，人性中的光辉也开始闪现。面对日益艰难的生活条件和不断上升的战争压力，许多德国民众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抵抗宣传所带来的影响。无论是通过秘密收听禁止的外国广播，还是在小范围内传播真实的战争消息，人们开始寻找真相，并以此来对抗宣传中的虚假和欺骗。这种觉醒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随着战争的持续和生活条件的恶化，逐渐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它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即在极权主义的宣传和压迫之下，人们对自由和真相的渴望是不可消灭的。这一点在战争结束后德国社会的重建中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是对过去的反思，更是对未来的展望。战争终将结束，但它留下的创伤和教训却是长久的。戈培尔的体育宫讲话及其背后的宣传机制，成为了人们研究和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他们提醒我们，宣传和信息的力量是巨大的，它能够改变战争的进程，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在今天的世界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接触到大量的信息和观点。然而，这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着识别信息真伪的挑战，以及抵抗现代宣传手段的压力。戈培尔的演讲和纳粹德国的经历教会我们，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保持批判性思维，寻求真相，对抗虚假宣传的能力，对于维护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戈培尔的演讲在柏林体育馆那样，言语和信息的力量可以用来操控和误导，但同样也有可能用来启发和解放。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国家在极权主义阴影下的挣扎，更看到了个人勇气和集体觉醒的力量。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在最黑暗的时刻寻找光明的故事，一个提醒我们，即使在今天，这种力量仍然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故事。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
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争的尘埃逐渐落定，德国以及整个世界开始了漫长的重建和反思过程。戈培尔的体育宫讲话及其所代表的纳粹宣传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但他们留下的教训却是永恒的。这些教训不仅仅是关于战争的残酷，更是关于言语和信息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如何被用来操控人心和塑造历史的重要启示。在战后的世界里，人们开始更加深刻地理解到自由言论和媒体的责任。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展示了当媒体被用作政治工具时的潜在危险，因此确保媒体的独立性和透明度，防止信息被操纵，成为了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这种认识推动了对言论自由和新闻伦理的深入讨论，也促进了国际间对媒体监管和信息传播标准的共识建立。同时，个人在面对信息时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也被广泛认为是维护自由和民主的关键。在纳粹德国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了当大众未能质疑和挑战官方宣传时可能带来的后果。因此，教育系统开始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教育他们如何分辨信息的真伪，如何独立思考，以及如何成为负责任的信息消费者和传播者。此外，戈培尔的演讲和纳粹宣传的历史也成为了研究极权主义和群体心理学的重要案例。他们提醒我们，极权政府如何利用宣传来巩固权力，以及如何通过控制信息流动来压制意见。在今天的数字时代，这些教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前所未有的扩大。虽然这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和交流平台，但同时也带来了信息过载和虚假信息泛滥的挑战。在这个信息充斥的时代，戈培尔的故事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批判地接受和传播信息。我们不仅要警惕那些试图操纵信息以服务于特定议程的力量，也要努力保护我们的信息空间不被虚假和误导所侵蚀。这要求我们不断提高自己的信息素养，学会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做出明智的判断。最后，戈培尔的演讲和他所揭示的宣传的力量，是一个关于历史、记忆和责任的故事。他教会我们，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对未来的警示。通过记住历史，我们不仅向那些在暴政下受苦的人们致敬，也确保自己不会重蹈覆辙。在纪念和反思中，我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以及保护我们价值和自由的决心。戈培尔的体育宫讲话虽然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但它所反映的问题，如何处理权力、言语和信息，是每个时代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不仅是在审视过去，更是在思考我们如何在当下和未来做出更明智、更负责任的选择。这是一个不断的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也是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和培养我们所珍视的民主和自由社会的过程。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开设了多个频道。Wiki Wonders 一个致力于带您探索历史、文化和知识的频道。历史印记频道，这里是探索历史深渊、揭秘历史名人的独特空间。经济世界这个频道旨在为您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商界传奇，一个专注于讲述世界上最著名企业及其创始人故事的平台。我们在片尾画面设置了各个频道的悬浮卡片，以及视频下方有我们其他频道的推荐视频，欢迎点击观看。祝你今天过得开心，谢谢，我们会每日更新，明天见。